Hunter x Hunter 猎人从2018年底便休刊至今，看着季节荏苒，收藏的漫画书页随着我的年龄而泛黄。我会想，如果真的永远等不到结局呢？既然如此，不如自己来画一回我想象中的结局吧。步骤1：复习。为了写出可以衔接目前第390话的剧情，我先将整部漫画从头再看一遍。步骤2：撰写剧情。我预计用1话，也就是大约15到20页的篇幅做结局。而第390话的剧情是一群人都乘坐在前往黑暗大陆的船上。如果要用1话的篇幅就直接走到结局，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使用小杰有一天突然睡醒了，发现这一切都是梦，就可以搞定。但最后我还是决定不要这么做，因为这样没有办法交代到5个重要角色他们的未来。于是我又想到，那既然万恶的根源是开向黑暗大陆的这一艘船，那干脆让海怪将船拉进深海里，全部死光光的话，至少也算有给读者一个交代。我的意思是，至少比小杰睡醒发现一切都是梦还要来得有诚意。步骤3：剧情走向大致拟定完成后，接着开始画草稿。步骤4：线稿并完稿。每个人作画都有自己的风格，如果绘画时一个稍不注意，画出的人物就会跟原作有极大的差异，导致读者无法投入作品，读没几格就分心。因此在画线稿时，我会不停翻找原作漫画的内容，以确认自己的画作有80%以上跟原作相似。这个阶段也是最累人的部分，平均会花费6到8小时才能完成1页。完成，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成果吧。BW 号前往黑暗大陆的某一天，前所未见的巨型海怪突然伸出触手，将船拉入海底。人们惊慌地喊着：“船快要被海怪拖进海里啦！快点往高层去跑，那边有为数不多的紧急逃生潜艇可以搭。”此时也在船上的欢迎旅团一众听闻后，团长库洛洛下了指令，首要任务更改为逃生，不择手段找到有空位的潜艇就上船。团员们纷纷点头，各自分散前往高层的紧急逃生区。库洛洛顺利地率先抵达。此时来往此处的逃生民众还不多，他挑选了处于最前方的一艘潜艇走进去。当他进到潜艇内，路远而来的一个人令他不自觉地说出口：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你。”映入眼帘的男子正是旅团此次上船的首要目标西索。西索仿佛早已预测到库洛洛会走进这艘潜艇般，手持扑克牌便朝库洛洛奔去。我说过了吧，下次见面就是不由分说的厮杀。西索如此心想。逃生潜艇内的其他民众看见他的举动，彼此交头接耳说：“喂，他们该不会要打架吧？别闹了，空间这么狭小，逃生要紧啊！”库洛洛凭着常年的战斗经验，瞬间便使出盗贼的秘诀，将书召唤出来，并且把书签之章插入书籍后，双手立刻施展成对的破坏者。成对的破坏者能够在物体上分别刻印日与月的印记，当两者印记彼此接触的瞬间便会产生爆炸，而爆炸的威力则依照刻印时间的长短来决定。西索瞬间靠向库洛洛的身体，而这个举动正巧也与库洛洛期望的相符。他心想，只要我的双手合掌，就算刻印时间极短，但是炸烂我双手的同时，西索的投入也逃不过这一击。正当库洛洛的双手准备接触彼此时，却感到一股拉扯的力量限制了他的双手。库洛洛难以置信地盯着已经钻入怀中的西索，心想：他早就猜到我会牺牲双手使用这一招吗？伸缩自如的爱是什么时候站在我手上的？西索朝库洛洛邪魅的一笑，只听唰的一声，下一刻只剩下头颅落地的咚咚2声。西索该是感到愉悦吗？他回想起上次在天空斗技场时败给了准备充足的库洛洛，如此轻松得手，内心隐约又感到空虚。说了不会再给你时间准备的。此时海怪已将 BW 号拖入海中，逃生潜艇纷纷加速往外开始避难。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，最终成功逃脱的潜艇有几艘，没有人晓得。就在沉船事件1年后，失去念能力的小杰百般无聊地坐在家门旁的大树下，
隐约可见道路远处有2人在朝自己挥手。他定睛一看，咦，是奇牙哎！奇牙自从跟小杰道别后，带着阿路加到世界各地旅行。真是的，来也不提早说一声，不然我就准备丰盛一点了。米特阿姨略带抱怨，如此说道。抱歉啦，我跟阿路加到处旅行，今天刚好满1年，想说也很久没见到你们，索性直接搭飞船过来了。我们到处走走停停，看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。你知道有种牛是用2脚站立吗？叫做牛王牛，很有趣吧？奇牙开心地分享着旅游所见所闻。然而小杰突然脸色一变，打断了奇牙。对了，你还有收到库拉皮卡跟雷欧利他们的消息吗？你是说沉船后就完全失联了他们吗？奇牙目光显得黯淡，开口说：我有找庞姆发动他的能力来找同样也有上船的莫老五，但他只是哭着对我摇头。仙派考上猎人执照后，有答应会持续在猎人网站帮我们追踪他们的下落。小杰低头不语，表情凝重。此时奇亚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一封简讯。我有雷欧利的消息了，对方甚至有拍照片给我看，我现在就传坐标给你，仙派。奇亚看到讯息却没有写的雀跃，只是淡淡地说，不晓得这一次是真是假。小杰皱起眉头喊道，去一趟就对了。于是包含阿路加3人立刻前往仙派传来的坐标位置。当飞船到达指定地点后，3人朝着坐标指示的村落前进。奇亚说，照仙派的讲法，目击者说雷欧利是这个偏远部落的医生。小杰显然持有不同的想法，他回答，如果真的是雷欧利，这种避而不见的作风根本就不像是他会做的事。奇亚按着小杰的逻辑推论而出一个结论，所以应该又是假情报。小杰则再次回答，亲眼确认我才会放弃啦。正当2人谈论不休时，前方一名背影与雷欧利相似的男子对着一名妇人喊道，要照3餐各吃1次哦，不然再复发就麻烦了。妇人腼腆一笑，答应道，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小杰冲着那个背影大喊，雷欧利！而那人将头转过来，赫然发现正是消失1年的雷欧利。他惊讶地脱口而出，小杰，奇亚！小杰迅速飞奔而去，雷欧利张开双手，说着，还是这么热情啊，久未见面就要先来一个拥抱。嘣！小杰虽然失去念能力，但仍凭着自身的怪力给了雷欧利脸颊狠狠踢上一脚。为什么活着却不联系我们？你难道不晓得我们有多担心你吗？小杰如此哭喊着。雷欧利先是呆愣在原地，随后回答，你们知道这种小村落总是让人忙得不可开交，根本抽不出时间讲讲电话。他的回答显然丝毫没有任何可信度。奇亚开口说，我看不是吧，你还是老实告诉我们沉船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吧。雷欧利也知道强化系的自己不善于说谎，只好回答，既然你们已经找到这里，我想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了。时间回到1年前，当船要被海怪拖下海底的那一刻，雷欧利鱼眼瞄见还有一艘逃生潜艇有空位，对着库拉皮卡大喊，库拉皮卡，这艘潜艇好像还有空位。库拉皮卡与雷欧利迅速地钻进这艘潜艇，前者淡定地说，你嗓门大的从老远处我就听得见啊。此时早已在潜艇内的信长与小迪听见库拉皮卡的名字，隐约觉得熟悉。信长想起了杀死好友窝金的人，正是锁链杀手库拉皮卡。信长大喊，库拉皮卡！而库拉皮卡与雷欧利此时定睛一看，发现自己搭上的潜艇竟然有2名幻云旅团的成员。库拉皮卡想起族人被旅团灭族时的回忆，二话不说便抽出锁链准备应战。双方立即在潜艇这狭小的空间战斗起来，最终小迪与信长卧血倒地，心脏直接被审判小指链的誓约刺穿而亡。至于库拉皮卡，他以1人之力血战2名幻影旅团的团员，手臂也被斩断。库拉皮卡感觉时间变得缓慢，视线所及的所有事物都变得模糊。我明明就……他心想，只剩下最后一对火红眼，我就能找齐所有族人的眼睛。
雷欧利在潜艇上翻箱倒柜，却找不到任何医疗包，只能无力地对着他喊：“撑住，库拉皮卡！”时间回到1年后，雷欧利领着小杰与奇亚往森林走去，沿途阳光耀眼，透着树叶缝隙，映照着草地。雷欧利心想：最后我与库拉皮卡来到了这里，当时他们的战斗我根本无法介入，那已经不是常人层次能够参与的境地了。也因为如此，没能守护住朋友的我，没有脸独自好好的活着去见你们，所以我才选择消失。最终3人来到库拉皮卡的坟前，静静地站着，细细回想，成为职业猎人的我们，当时的初衷是为了什么？小杰与雷欧利默默地流下眼泪，而奇亚只是盯着那块墓碑，目光却看向遥远的地方。成为猎人的我们，只是为了找到父亲吗？只是为了有趣而已吗？只是为了成为医生吗？只是为了主人复仇吗？之所以成为猎人的我们，最后又成为了什么呢？以上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结局。经过这一次尝试画出漫画后，我其实也开始认同富坚老师为什么因为腰痛而时常休刊。祝福富坚老师身体健康，也希望未来哪一天老师的身体养好了，能够继续画出猎人这部作品真正的结局。我是蛤蜊 boy， 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点个订阅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